贝特伦很擅长。红哇！压上的转身 KO。她是比张伟丽还要强悍的散打女王。 纵横拳坛10年之久，击败 KO 过无数想要来华挑战的外国女将，更是凭借一双铁拳将整个女子散打领域完全统治。此人就是大家口口相传的散打女王龚艳丽。龚艳丽自出道至今，不论是市级散打冠军还是省级散打冠军，统统拿到手软，更是曾代表中国征战世界，拿到全国自由搏击冠军头衔。就连张伟丽谈及龚艳丽这位传奇女将，都自愧不如。就在龚艳丽职业巅峰连胜阶段， 却突然杀出一位在荷兰保持8年不败的 KO 之王贝特伦。贝特伦目前的职业战绩39战39胜35次 KO。对于贝特伦而言，本次来到中国打比赛的目的很简单，那就是想尽办法击败一切中国女选手，称霸中国拳坛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看看龚艳丽本场比赛表现如何。第一回合开始，红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龚艳丽，黑色长裤就是荷兰选手贝特伦。龚艳丽其实本身算不上真正的天赋型选手。 奈何龚艳丽却总能在别人休息的时候努力训练，后天努力完美弥补了天赋的缺陷。自然，龚艳丽本身的散打技术还是相当扎实的。就算贝特伦本次来华野心十足，那也不一定能在中国继续保持连胜。但是在内围感觉贝特伦也是攻击很凶啊。没错，力量明显可以看到力量有一些把控啊。龚艳丽如果这样的话，消耗自己力量呢，第2、第3回合可能会比较危险。 侧摔，因为大家从目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身高臂展上绝对是贝特伦占据了绝对的优势。没错，3次 WBC 的世界冠军，WCK 的世界冠军，WF 的世界冠军。对，刚才是有一个意外的用脑袋撞在了贝特伦的下巴上，要小心一些。是的。 那现在，一个前手的直拳很重啊！贝特伦其实也非常熟悉这个时间差，好漂亮，前置后摆，顶袭击很重啊，还好只能一下袭击啊！小心啊，双腿侧踹腿，后面的摆拳顶袭抱住，龚艳丽现在没有近身以后的这一下攻击会很危险的，还是看一下自己的教练啊，想寻求一些更多。贝特伦不愧是荷兰8年不败的 KO 之王。 在双方拼拳换脚阶段，贝特伦的攻势特别凶猛，咄咄逼人，简直就是要将龚艳丽生吃活寡才肯甘心。好在龚艳丽努力地控制双方对峙距离，这才避免了在内围拼拳受伤丢失比分。相信只要龚艳丽继续发挥散打战术的精髓，贝特伦也无法对龚艳丽造成太严重的伤害。这是已经干掉了王可涵，又来也干掉了鄂美蝶。现在中国女子的顶梁柱就在龚艳丽身上。 龚艳丽现在就是抱着对手不能摔啊！没错，现在王可涵成了 Veteran 的这个队友，也是他非常非常好的朋友。可能王可涵再次打 Veteran 的机会可能不太大了。张铁刚老师已经警告了龚艳丽，我知道 Veteran 如果找到了机会，这种 X 进攻的狂练输出可是非常强大的。正蹬腿来保持和对手的距离，哇，前后的左右踢大摆。 龚艳丽的这个射程比对方要近，好的，要多做这样的进攻。前摆很扎实的一个前摆拳。在中国，王可涵、鄂美蝶和龚艳丽都是非常强悍的女子选手，而贝特伦在世界级在55公斤这个级别。低扫，连续进攻，还好，大多数都是打在了对手肩膀上啊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面对贝特伦的穷追猛打，龚艳丽短时间也是比较被动。毕竟龚艳丽也没想到自己的对手如此疯狂追击，简直就是不做防御，执意要硬刚到底。对此，龚艳丽只能短暂后撤，拉开安全距离，或者一旦进入内围，则是选择缠抱动作缓解伤害。总之，龚艳丽就是在保留实力，应对接下来的比赛回合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打不到对方，可以抱对方，这样给对方一个正面。那么对方在警告，缠抱要尽量减少啊。侧滑波，龚艳丽这个时候面对第2回合是贝特伦的强势局啊。后手塞到。要压点了吗？对，刚才又是用脑袋撞到了贝特伦啊，压点了。这样的话一分消极，那龚艳丽就更不好打。直接进攻，你就直接进攻，进攻推开了，进攻推开了，进攻高进鱼，推开了，推开不要放。袭击漂亮，放个走，那就进攻了，走。
哦，裁判还是在细节操作上很专业的啊。又是连续的顶击。先打他肚子，再打他哦，低位打破打到了。哦，Veteran 连击选手的刺拳很快。对比两位选手表现来看，就算龚彦丽没有被对手 KO 掉，那整场比赛进行下去，龚彦丽也会因为比分差距而输掉比赛。好在龚彦丽在一番休整之下，终于决定发起主动进攻，争取在这回合铃声敲响之前，将所失去的比赛点数一一打回来。那样第3回合，龚彦丽才有机会争夺比赛胜利。可以说，双方选手的比赛此刻进入白热化阶段。第2回合的话被扣了2分呢。哇，扫踢，顶膝。Veteran 不光是拳法很犀利，在出警以后的内围技术也是很丰富。好的，中招。龚彦丽的后手摆拳没有打到。龚彦丽的扫踢。漂亮啊，用膝尖的这个位置，而他顶击的时候带一个起跳的动作，没错，扫踢胫骨扫标准。我们讲一个故事吧。其实 Veteran 去参与这个职业拳击的原因是很诡异的，因为在自由搏击这个级别没有人打了以后才会去参加职业拳击，而且还拿到了3战全胜这样的一个。另外他还打过 MMA 啊，还是在 Ronda Rousey 的馆训练啊。好的，漂亮，左右互抡，还是 Veteran 的重击，又是袭击。好，第2回合，包括我们各位票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龚彦丽长时间的隐忍，就是为了这回合的爆发。面对贝特伦的继续施压，龚彦丽选择了硬刚到底。既然对手的比赛目的就是为了 KO 取胜，自然龚彦丽就要让对手也品尝一下被击倒读秒的滋味，一定要将中国散打女王的威名给打出来。非常的，看，直接是鼻血出来了。对，这边是刚才一脑袋撞在贝图伦的鼻子上之后啊，这边是被顶出了鼻血。没错。大家再来看一下慢动作，哇，这一下太重。大家看，是脑袋尖儿，对，闪过去之后啊，脑袋。我们相信贝特伦这个龚彦丽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对贝特伦的伤害是比较大的这一下。扫踢。可能因为想要率先进入到近距离的进攻和缠抱当中，这圈法一进去给对方中距离直接打住。哦，被对方后手，很帅。贝特伦很擅长就在好嘞！哇！压轴的转身 KO， 漂亮！压哨的 KO。哇！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龚彦丽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龚彦丽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